宣传武统就是犯罪，这和在大陆喊台湾反攻大陆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你短短一句话就可以这么多罪词呢？但这差别啊可大了。小粉你在台湾喊武统，顶多是被台湾政府驱逐出境而已。但你如果是在墙内喊反攻大陆，你去喊看看啊，看中共会不会抓你去关？寻衅滋事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还有其他一堆口袋罪，你一喊完，共党随便都能掏一个来抓你，还说依法有据。这区别如果你分不出来，那我支持你实际去天安门广场喊反攻大陆看看，相信你喊完就能感受到区别了。凭什么支持柯就是舔共？现在还是柯粉的话，先别问别人了，你真的要先找自己的问题，也必须严正告诉你，你的资讯来源也有很大的问题。民众党先前想推有中共党员背景的徐春英当不分区立委，选举期间又一堆红统派的帮柯站台，以及连待过柯文哲身边的选战募款委员会执行长郑淑馨都出来披露说，柯文哲不止窃国还卖国。2015年就想透过威金集团、沈庆金等人牵线习近平对口。看这些你都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想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出在你的脑袋里，以及姑且不谈亲共这块，你到现在还是柯粉的，等同是在向社会大众说你支持一个贪污图利的罪犯。有一说一，妈了个巴子，波特王长得真帅吧？我有这颜值，我枪都磨出火了。这小粉红说话还算老实啊，你可能还有醒来的机会，加油！每周粉红特报继续看下去。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要先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集影片。有时上网就像走进了传单很多的菜市场，走没2-3步，就突然有人往你脸上塞传单，恼人的弹窗广告一个接一个跳出来，而你想关闭广告，但关闭键又常常很慢才出现，或是小到很难点，不小心点错就被送去奇怪的广告页面，甚至是藏有木马病毒的网页。如果你也受够了这样的上网体验，今后上网就使用 Surfshark VPN 内建可伶 Web 模式，当开启这功能，不论弹窗广告还是钓鱼连结，全都帮你清场，给你一个清爽无弹窗广告的网络世界。Surfshark 不只是广告清道夫，它的本质是采用军规级加密 VPN， 让你的网络数据如同穿上隐身斗篷，还能一键更改 IP， 让有心人士无法轻易追踪你，能够更加安全自由地上网。此外 ，Surfshark 还有其他强大的附加功能，就是 Surfshark Alert， 当 email、信用卡号或身份证 ID 出现在外泄的线上资料库中时，会立即通知，让你可以采取行动，避免进一步损失。立刻点选影片下方连结 surfshark.com/porterking 或使用优惠码 porterking 以获得额外4个月 Surfshark 服务哦。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粉红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今天影片一开始要帮大家补充之前我们聊过的武统中配雅雅的后续发展。被台湾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墙内的雅雅，近日接受了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杂志专访。采访过程中雅雅说自己被台独分子赶回中国，光是这句话其实也证明了台湾不归中共管，变相打脸了中共政府跟一些小粉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国嘛，两国的政府不一样嘛，不然你怎么会被驱逐出境呢？如果台湾真是中共的一部分，那你被赶出台湾不就是中共批准的吗？整篇专访我看完3000多字，其实重点就是围绕在他不断装可怜，说自己和小孩分开舍不得啦，家里也有点状况很可怜啦之类的。说真的，了解过他先前说过的话，再来看他在这边说这些完全不会想同情，只觉得恶心。他到现在也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也没半点反省。雅雅，你觉得自己跟小朋友分开就很可怜？那你当初在喊支持中共侵略台湾的时候，怎么不觉得台湾人可怜？你支持的是中共武力侵略台湾，你是支持中共迫害台湾人就你的家庭是家庭，台湾人的家庭就不是吗？专访中他还说自己是40万名中配里第一个被驱逐的，40万中配就你第一个被驱逐，你怎么不找自己问题？为什么别人都不驱逐，就你被驱逐？武统是台湾人叫你喊的吗？自己先不尊重台湾人，还要台湾人尊重你？平时嘴上喊爱中国，真送你回去又说是把你推入深渊。专访后半段，中配雅雅说，还是那句话，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台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势不可挡，并说自己就像中国，他的孩子就像台湾，相信总有见面的一天，等到那天，孩子们会飞奔到我的怀里，我们会拥抱彼此，再不分离。就一个字，假。姑且不论雅雅是哪里人，他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显示出他非常的不负责任，而且是很自私自利的。就当做那3个真的是雅雅的小孩好了，他把小朋友洗脑成小粉红，然后每天抓他们拍大外宣影片，不顾虑小朋友在学校会不会因此受到异样眼光，而出事了又把他们丢在台湾，放任他们自生自灭，很像就是他的拍片道具之一而已，还讲得多爱他的小孩。
孩。事实上，根本没有人阻止他带小孩回中国啊，你自己不带的还在那边装。被台独分子迫害，好可怜。雅雅一点都不可怜，只有可笑而已。真正可怜的是那3个小朋友，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脑子却已经被雅雅从强国带的中共病毒思想洗脑成小粉红。那我也看了一下中国网友对于雅雅这篇专访的看法，发现有一部分人也不买单雅雅的说辞。他亲口说的回中国就是把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恭喜这货掉进深渊，活该，是自己做回来的，怪自己吧。万劫不复的深渊姐，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哈哈哈。雅雅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还想继续做网红，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文章提到他13年结婚，那最大孩子年龄也对不上啊。雅雅，你也算是变相促进了两岸人民交流，你做到了让双方的人都讨厌你，不简单啊。说了这么半天，就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把老公和孩子一起接到中国生活，那把孩子带回来啊？对嘛，雅雅你看啊，也不是只有我这么想啊。你嘴上说中国那么好，结果实际上小孩就是不带回中国嘛。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爸爸和小孩都接来中国来发展和生活？我们这边就业教育也不差啊。雅雅虽然她言行在我们看来很无知啊，但我认为她本人不笨，她一定是很清楚墙内真实的职场环境以及校园生活是什么鬼样，所以她才会在紧急的情况下脱口说出送她回中国是推入深渊。她肯定知道自己的小孩如果回到深渊国是不安全的，在深渊国读书求学过程，在学校参加体检一下，运气要是不好，血型、免疫抗原那些被配对成功的话，某天上学上到一半，人可能就消失了，一不小心就被带去摘零件，成为深渊国的失踪人口。雅雅玩原神都不组队的吗？为啥要单刷深渊？这蛮好笑的。那雅雅被驱逐后啊，还持续做大外宣的言论，并接受中共党媒专访。有记者就去询问我国陆委会，得到回复说他未来申请来台探亲时，这些言论绝对是会考量准否的根据。如果雅雅真如他口中说的，他是爱小孩的话，那照理来说，他被送回深渊国之后，应该是要为了孩子至少也安静一阵子，避避风头。但很显然，他就是身带任务的，依然整天汪汪叫，也不顾自己的小孩。这种人啊，真的不能再放他进来台湾了。那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事情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接着要带各位来关心一下，现在国际上非常多人在讨论的话题：脸书前全球政策总监莎拉·威恩·威廉斯到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的犯罪与反恐小组委员会出席作证，表示他目睹了 Facebook 创办人祖克伯和其他高阶主管向美国国会撒谎，并且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背叛美国价值观。更声称 Meta 与中共高層官員進行技術簡報交流，將其認為是贏得北京政府的青睞而提供的價值主張之一。那帶各位來看一下他作證的片段。Is it your testimony that Facebook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cultivated relationships with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bsolutely, Senator. And this happened over a period of years? This happened over many years. And did members of the Facebook executive team or other employees at Facebook, Meta, ever brief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es, Senator, regularly. Exchanged information with them? Yes, Senator. What are some of the topics that they covered in these briefings? I mean, it's incredibly broad. So you had meetings at the top executive level, so Mark and Cheryl, and you had meetings, all the way down to, regular engineers who would be providing briefings on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like facial recognition, which is obviously very helpful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acebook Live, as I mentioned, photo tagging,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so how to build effective data centers. So it was at every level on every aspect of the many different technology that Facebook has. You testified a moment ago t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part of their value proposition to China was that they would help them, Facebook that is, would help China outcompete other American businesses. Can you just say more about that? I mean, that seems like an extraordinary thing to me. Here you have an American company going to our chief foreign adversary on whom we currently have tariffs of like 10 billion%, and saying, hey, we'd love to help you. We would love to help you beat all of these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That's extraordinary. I mean,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at? I'd be happy to provide the documentation. I mean, literally the documents in which they were writing this were called our value proposition to be put before the CCP.
Wa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rt of these briefings? I know you said that there were some sort of informal discussions, but did Facebook actually brief members of the CC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your knowledge? Yes, Senator. And again, was that a once-off, or was this a regular thing? Senator,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area of investigation for your committee. 我自己在用脸书的时候啊，也会觉得，每当我发跟中共相关的贴文时，触及率就变得很低，以及不少网友也有跟我分享说，他有订阅追踪我，当我脸书发文上片，他那边都不会跳通知，也很难滑到。但这些事情过去我们没有证据能证明说脸书有在配合中共打压，而现在有这位脸书前总监出来作证，一切就说得通了。而且威廉斯还在作证时说，脸书为了中共开发了一个审查系统，来主动审查台湾跟香港的相关贴文啊，只要你该篇贴文浏览破万，系统就会自动提交给总编辑来进行审查。而且针对这套审查系统，中共当局还直接给予优化建议，教导脸书在进行言论审查时怎样能做得更好。脸书协助中共在墙外也能言论审查这件事，让人细思极恐。当年香港反送中时期，很多港人也在用脸书，但有一些人也只是在脸书上转发一些文章而已，后来却也被中共抓。我想这部分应该也跟脸书有关，等于是被脸书出卖了。目前这位脸书吹哨者温恩·威廉斯是从事 AI 相关工作的。这次他除了出席作证之外啊，也有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初心的人》，内容是在揭露脸书，并提醒世人 AI 与社群平台将会对政治和民主的影响越来越强。希望大家都应该要知道脸书背后的真面目，才能明白怎么面对。说来很讽刺啊，脸书在中国是不能使用的，但脸书的营收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以下资料是 Meta 自己公开的，他们来自于中国市场的营收，2022年是70亿美金，相当于2240亿台币；2024年则是180亿美金，相当于5760亿台币。那同一年啊，美国市场的营收是590亿美金。再次提醒各位，这还是在脸书不能于中国上架的情况。在脸书平台，中国是美国以外的第2大广告业主。中国也不只是下一般商业广告，还包含有选举类别的广告，而且不只针对台湾，也针对其他国家进行大外宣，像是强化特定政党观点、影响特定候选人形象等等。我相信各位用脸书的经验应该也有过跟我类似的。我明明不爱看一些亲中共立场的粉专，但脸书就是会一直推给我，也会推有错误资讯的内容农场粉专，我都点不要推荐了，还是会推。你也有类似经验的话，留言告诉我。而脸书当初会让这位前总监闭嘴，在他离职时签署的协议中，还有规定，只要他日后在公开场合提到脸书，提到一次就要罚5万块美金。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已经致函要求祖克伯到国会宣誓作证，之后有更新的资讯会在整理分享给各位。如果最后美国政府查完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那这不是单纯的企业丑闻，而是一场战争，涵盖资讯战、认知战、主权战，谁掌握资讯管道，谁就能塑造国民认知。这也和同样多数使用 TikTok 的用户用久了都会逐渐变得亲中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查证的话，只依赖演算法推荐给你的资讯，那时间久了就会逐渐形成你的认知。那我是觉得各位台湾跟香港的朋友，我们要考虑离开脸书的平台。虽然也明白一时之间要离开脸书确实不容易，但还是该思考是否将部分讯息转移至其他较开源、去中心化或台湾本地管理的平台。这部分各位如果有推荐其他不错的平台，也欢迎影片下方分享。也建议平时就多分流资讯来源，不要让脸书的演算法决定你能看到什么。目前台湾罢免亲中立委的活动还在进行中，脸书在台湾还是最多人使用的平台，所以现阶段在这上面传递资讯还是有必要的。但当我们知道脸书背后这些事情之后，各位在使用时记得要保护好个资，注意人身安全。顺带一提，4月19号我也会在凯道参加8囧号召的反统战护台湾活动，欢迎有时间的朋友一起来现场参与。当天会有全国罢免联署站在现场，还没签罢免联署的，赶快来签一下。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提醒各位，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以及优惠码 porterking 给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连结。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